平贵，平贵，你当官了，你这身装扮是皇上赐的。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。哎，贵哥，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？喂，没规矩没礼貌，这是战马，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！大哥，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？你怎么又说出来了？哎，不对呀，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？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？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，你是先锋。先锋。平贵，既然朝廷出榜，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，为何你是开路先锋？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，咱们进去再说吧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人家小夫妻话边，你去凑合什么？怎么了？就是啊，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。哎，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，恐怕以后没机会了。没规矩没礼貌，说什么呢？待着。哦，爹他真的这么说？我知道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，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。如今你能降服红鬃烈马，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。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只是，你这一去征战，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。你到底要去多久呢？听大姐夫说，短则1年半载，多则3、5年。什么？我们才刚成亲不久，你就要离开我？我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。那你什么时候走？即刻就走。即刻？你是说现在？不，不要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，你就要离开我，那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待会儿兵部会送来10担干柴、8斗米，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，你就留下来吧。10担干柴8斗米，我不在乎这些东西。我要是见不到你，宝儿，在路上，我想过我们2个的将来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即使这一去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。听大姐夫说，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。他还说，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，那将会是一场硬仗。大姐夫都这么说，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。我担心。你听我说，
这10袋干柴8斗米，你先凑合着用吧。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，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。受不了苦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，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，咱还要等我回来。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，你就别等我，回相府去吧。你怎么这么说？不是我要这么说，是造化弄人，你能让我怎么办？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苍天在上，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，就算再困苦的日子，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。不管多少岁月，我都会守着。就算平闺女不回来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。等到夏绿翠，等你等到山白头，等你等过几个秋，等你等到西山落，等你等到月儿破，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你敢麻烦那么重的事，我又没有怀疑过你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，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，你也听到了。我只是舍不得你走。宝贝，谢了。我感激无声憔悴，泪干何人不归？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，满腹心酸。你先坐一下，我去做几个菜。宝儿，我不饿，我不想吃，我想多看你几眼。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，你等等，我很快就能好。二嫂，你跟贵哥说了吗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，绝对会平安回来的，别担心啊。是啊，二嫂，你就别再这么担心，这么难过了。是啊，二嫂，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。谢谢你们。平贵今天就要离开，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。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。嗯，那我陪你去做菜，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。没规矩没礼貌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，他绝对会胜利凯旋，衣锦还乡的。哎，是，好吧，你们去忙吧。
我们走，把握时间啊，跟平贵多聊两句。嗯。哎，不，等，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，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。啊，好。哎。二嫂，我教你几样你不会做的菜，今天你就好好的弄给贵哥吃吧。谢大哥保我随军出征，真是太好了。所谓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嘛。谁叫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？可是这次，薛平贵也要出征，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？老弟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岳父已经说了，让我们想尽办法，一定不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。哼，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来啦！夏琪，夏琪，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，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。大嫂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小琪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。谢谢大嫂。大哥，你们这一去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小琪啊，你放心吧，少则3个月，多则半年。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弟的辅佐，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，凯旋而归。哼，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，不过就是个副元帅。哎，要说爹也真是偏心，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？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。哼，哎呀，这不服也不行啊！你们3姐妹里边啊，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，第2疼的那是王金钏，而你啊，你爹娘最不疼你。你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？我告诉你，这3姐妹中，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。是你自己不长进，还怪到我头上来了。哎呀，来，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，这是魏府啊，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哼，你想得美啊！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，甚至在军营里，你要是敢得罪我，我照骂不误。哎，行，是我不好，我错了啊。他们就是这样。来，看我的。大嫂，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。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，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，哪像我哥呀，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。他的心里面啊，可只有你一个人呐。哼，那倒是。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，不管他到哪儿，我都派人盯着。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。哎，对了，娘子，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。再说，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。啊。好啦，不过说真的，你要出征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。那我们就先回去吧，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。宝弟啊，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。记住，明天卯时校场点兵，可千万别迟到了啊！大哥大嫂，慢走。走。魏二哥，你不在，这个家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家交给你打理。我不要，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。你不在，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。小琪，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，做些好看的衣服，也可以四处走走。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你不在我一个人，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？你可以去找大嫂啊，多陪她，跟她聊天啊，她会很高兴的。魏二哥。
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小琪，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。我随军出征，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，可以捞个一官半职，你有面子，对吗？面子？我有什么面子啊？我们现在住在一起，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。等我打了胜仗回来，我们马上成亲。不说这些了，我二哥，你还要准备什么？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。什么都不需要准备，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，我们好好的喝一杯。还有那个也放进去。哎，好了，娘子，你不要准备太多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，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。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，责任重大，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。知道了。大小姐，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娘子放心，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只不过，只不过什么？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，就是西凉挂帅之人。龙哥，你一向心思细腻，观察入微，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。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，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。如果真的是他，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。龙哥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放心吧。不过，若按照魏虎所说，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，由此推断，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，这才是我所担心的。龙哥，放心吧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我知道，等我。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，是平贵的事。放心吧，平贵的事就交给我。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，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。只是我们这么一走，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。这样，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她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。龙哥，此次挂帅出征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记着，我在家等着你回来。干！啊，菜够了，不要做了。是啊是啊，宝钏，时间不多了，坐起来陪平贵聊两句吧。啊，坐坐坐。二嫂坐。哎，给二嫂倒点酒。哦。我不喝酒的。哎，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，
多少陪他喝一点吧。对啊，贵哥明天要出发了，喝一点吧。啊，是二嫂喝一点，喝一点吧。来，我祝你平安去，平安回。兄弟啊，大哥不会说话，你放心，你这个家呀，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啊。是啊，二哥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。谢谢大家。贵哥，反正你去打仗嘛，你记得哦，你见一个杀一个，见两个杀一双，把他们全部杀光，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。小青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打仗不光是杀人呐，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，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，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。哎，对，大哥，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，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。你们放心吧，我这次随军之行，自当会小心。不过，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。我们才成亲不久，现在就要离家，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。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放心吧，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，我们三个才会吃的。啊！哎，好了，大家都别说了，来，二哥，你交代的事情。我们一定会做到的，再敬你一碗。对啊，敬你。好，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，耽误他们的时间了。再喝一杯，我们就走了，好不好？来。哦。来，干。好了，那咱们就先回去了，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。哎，不必劳烦了。哎，什么话？应该的啊。走。好啦，别看了啊，走吧。你哭了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。我好害怕。不用害怕，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你再吃一点吧。我不吃。我只想好好的看着你。
多谢岳父岳母今晚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。来来来，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。谢岳父岳母，谢岳父岳母。干！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？哎呀，军中兄弟皆为同袍，苏龙会一视同仁的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苏龙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啊！岳母，你放心吧。岳母，您就放心吧，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。哎呀，我说夫人呐，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？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？你不认那个女婿，我还认呢。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场合，你不要再提宝钏了。为什么不提宝钏呢？这宝钏成亲才多久，丈夫就要出征，一想到这些，我这心里就难受。娘，岳母，娘，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，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，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？我不服。好了好了，小莲，相爷。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，你陪夫人下去吧。是，夫人，我陪您回房休息吧。金川、银川，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。是爹。娘，我有话跟您说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走吧。来来来，二位坐坐坐。苏龙啊，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，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呐！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，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。岳父放心，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。是啊，岳父，您就放心吧。有大姐夫运筹帷幄，有我冲锋陷阵、论功行赏，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。这就好。记住了，18年前是刘毅大将军平定的西凉，今天你们两个可不能落云之后啊！是。来来来，咱们干杯！请。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。这一看就很好吃啊！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知道，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，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争取建功立业。等我凯旋归来，皇上封我大将军时，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。对了，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，你想做什么衣服，尽管做。还有，多去陪陪大嫂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薛平贵，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魏二哥，你笑什么呀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想，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，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。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。来。哥，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？这么晚了，你还不休息啊？你还在念书，我怎么能休息呢？要是爹知道了，他又会骂我了。哼，爹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骂你？
哥，我给你煮了粥，吃点吧。我不饿，你不用照顾我了，早点睡吧。啊？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，你多少吃一点嘛。我的好心妹妹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。多吃一点啊。好吃。好吃啊，好吃你就多吃点。看着你吃，我就特别高兴。我知道，太好吃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不要担心了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倾城路重，你就别送了。你这一去，不知道多久才回来，我岂有不送的道理？那好吧，就为了这匹马，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，前去打仗。那得这匹马，是福还是祸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在想，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，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。平贵，记住，我只希望你平安。大哥，一样去送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？靠过去干嘛呢？你没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？哎，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，不就好了吗？是。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，一刻都舍不得松开。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，看着真是叫人心酸。真是好景不长，此来在一起没多久，又要分开，真是我的心伤、心痛又悲哀。行了，还唱歌呢，别添乱了。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，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，不就好了吗？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，我看得真的好难过，我忍不住想哭。好啦，乖，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，感情脆弱，动不动就哭。大哥，你都不让小青哭，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？你看我就不哭。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？有没有死人？神经！别再送了。许了。我要走了。你一定要走。冒失点兵，要是不到军法处置，所以我非走不可。别走！
别再难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不是难过，我是不舍。我不舍得你离开我。我这一走，有大哥他们照顾你。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，可是宝儿，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。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。你说。大姐夫说过，西凉人才济济，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，都是武艺高强。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，所以你别吓我，雪狼，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？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，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。好，你要交代什么？你说吧。我这一去，快则1年半载，慢则3年5载，究竟多长时间，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。所以，你还是回相府吧。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。你别难过，我不是心狠，我……别再说了。当初彩楼招亲，我与第3机长离开相府，与你成亲，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。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。雪狼，你别赶我走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雪狼，我绝不走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不走。我也不是不相信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。我知道，你是怕我受不了苦。你放心吧，你安心去打仗。只要你心里记住，我家破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备马。你也要保重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回去吧。
大姐夫说过，他会带家书回来，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。啊，你也不用再挂念我，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。李春。走。薛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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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嫂，薛朗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薛朗，我舍不得，我是真的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你。我舍不得你。好了，天华，起来，起来吧。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我非走不可。我再送你一程。回去吧。薛朗。薛朗。你放手吧。薛朗，放手。夏绿翠，等你等到山白头，等你等过几个秋，等你等到西山落，等你等到月儿破，这，薛朗，薛朗。最后一滴泪，反复心酸诉于世，往事不堪再回味。薛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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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最后一滴泪，痛苦伤心为了谁？薛朗，薛朗，薛朗，薛朗。
二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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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嫂。启禀副元帅，左右迎兵1点齐，这是名册。大哥，刚才的鼓声是？行军出征，是某时点兵打的1通鼓。打完3通鼓以后，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。那现在已经是2通鼓了。薛平贵到了没有？应该还没到，他是前锋。如果到了，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。各位将军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大哥，这是个好机会。什么好机会？提早击出3通鼓。提早击出3通鼓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，他还没有出现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。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，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，杀无赦。大哥，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，击补3通，真是个好办法。薛平贵，薛平贵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。如果赶不到的话，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。启禀副元帅，末将已经查过，目前还有10几人尚未报到，应该到卯时末，所有的人都会到齐。末将定会查点清楚。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？啊，还有半个时辰。程副将，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？就像这一次出征，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。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，所以让你压个粮草。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？当然愿意，请副元帅提吧。来，那你现在去敲3通鼓。现在敲3通鼓，还有半个时辰啊，不行吗？我说程刚，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啊，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哎呀，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，那他就死定了。吁！卯时未到，这么快就击3通鼓啊！驾！启禀副元帅，薛平贵来报到了。哦，他是3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？3通鼓最后一响，薛平贵正好赶到。程将军，你搞错了吧？薛平贵应该是3通鼓以后才到的吧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启禀副元帅，薛平贵确实是3通鼓后才到的。禀告副元帅，薛先锋到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怎么，薛平贵，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？
末将参见副元帅。来呀！在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且慢，敢问末将所犯何罪？薛平贵，大军出征，你身为先锋官，居然误锚点到，耽误了行程，可是罪加一等。末将的确有失耽搁，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，卯时将近，末将已经赶到，并没有误锚。是吗？程副将，你告诉他，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。启禀副元帅，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。薛平贵，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，误了点卯。怎么，你还有话要说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，我不服。你服也好，不服也好，军令如山，难道你敢反抗吗？来人，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，立即斩首，以儆效尤。喂，走，好，慢走。元帅，元帅，副元帅，这是怎么了？元帅，薛平贵身为先锋官，居然敢误锚不到。哦，元帅，是他们假公济私，我并没有误锚。薛平贵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，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。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。不要说了。无论如何，大军还未出发，就先斩先锋官。副元帅，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？可是元帅，大军还未出征，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，如果不杀他，何以服军心？启禀元帅，薛平贵确实误锚，如不处置，众军不服啊！来呀，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。元帅。回鹘，你还知道我是元帅？本帅说了，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。可是元帅，不这么做，怎么服军心呢？薛平贵，既然你误了锚，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，由你改任粮草官，去押运粮草。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。程刚，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？属下遵命，多谢元帅。你们快放开他！谢元帅不杀之恩。连理。谢元帅。本帅已经下令，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，你暂时押运粮草，要好好的押运，等有了功劳，本帅自会酌情调整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先下去吧。程刚听令，在调动大军，火速前往玉门关。是。苏龙，你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，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，而不让他上战场。好，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。平贵，平贵，二嫂，二嫂，平贵，别叫了，贵哥早就骑马走了。平贵他真的走了，平贵。怎么样，醒了吧？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，现在醒过来了，又开始难过了。二嫂，
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，你有一夜没睡，我给你煮了点热粥，来，趁热把它喝了吧。大哥，军队出发怎么走？哦，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，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，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？那我要去。二嫂，你身体这么虚弱，去哪儿啊？平贵教场点兵出发，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。这样怎么行呢？就算咱们用跑的，也要1个时辰呢，你撑不住的。军队整装出发，也得要时间，来得及的。不是啊，你这会儿去，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，那么累干嘛呢？哪怕就远远见一面，我也甘心，我也情愿。求求你们，别拦我嘛！既然这样的话，二嫂，那我陪你去吧。如果你走不动的话，我就背着你。张伟，谢谢你。二嫂，你先把这碗粥喝了，不然没有体力的。来，我真是没想到，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，这么的伟大。大哥，好，要去的话，大家一块儿去吧。走。谢谢。来，小心。诸位们，早日开城啊！小心！二嫂，二嫂，要不要紧啊？二嫂，你行吗？二嫂，二嫂，二嫂，要不让我来背你吧？不要，没关系，你让张伟背，他人高马大腿长，背着你跑也比较快。是啊，二嫂，没事的，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。啊，来，把你二嫂背起来。别不好意思了，来不及了。来，走吧。做完了，二嫂，小心点儿。是苏将军。贵哥呢？有没有看到贵哥？贵哥人在哪儿啊？没有啊。我只看到大姐夫和二姐夫他们，就是没看到平贵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二哥？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呀，你傻呀！平贵穿的是白袍，那个不是了。我来送他，只要看到他一眼，我就会甘心。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。哎呀，二嫂，你做到了！你看，你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你人到了，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。没见到贵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。就是啊，弟媳妇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这个所有的军队啊，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。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，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。他们这么多人，不一定看得到平贵的。哎，二嫂，二嫂，不然先回去吧。是，我们再想办法找找平贵的下落，再告诉你吧。
好了好了，二嫂，我们回去吧啊。我们先回去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借过，哎，借过，不好意思。大哥，这一直找不到二哥，这个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办？我们得想办法打听再说吧。元帅，林校有事禀报。副元帅找我何事？元帅，探子来报，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。哦，所派何人？唐兵主帅苏龙，副帅魏虎，先锋官陈刚。副元帅，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？元帅，那魏虎和陈刚并不可怕，因为我们有所了解。我所担心的是，他们的主帅苏龙。怎么说？当日在长安送红鬃烈马，在驿馆，我曾经跟他交过手。虽然他是谦恭有礼，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。表哥，看来你有点怕他。我并不是怕他，元帅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，你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，母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。哦，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。可不是嘛！而且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铜锤阵呢。我想那苏龙再厉害，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。元帅，这几天行兵打仗，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，难怪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。军师来了，元帅，地图已经查好了。正好副元帅在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副元帅，军师，如今我们在西凉，从西凉打到瓜州，最后攻破玉门关，最后的目的，拿下长安。副元帅，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。你看，她已经洞烛先机，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。要不然，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？好了，表哥，这儿又没外人，你就不要夸我了。其实呢，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，不论武功还是计谋，我离你还差得远呢。元帅，既然论武功、论计谋，你都不如副元帅，你怎么当上元帅的？军师，你这么聪明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？我有我的绝活儿，撒娇嘛。哦，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，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。我也学会了。丽娜，不可胡说，代战拿到主帅，那绝不是撒娇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的谋略确实不弱啊。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，这大唐地图1天就帮我弄好了。那是当然啦，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。行了行了，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。现在是打仗，打赢了最要紧。来，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。你看。
娘，你找我？嗯，坐吧。哎，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，我找你来商量一下，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。娘，好啊。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。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，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。夫人，大小姐，那我这就去备轿了。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，我该怎么说啊？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。啊，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？我也要去。啊？二小姐。娘，你要出去逛逛啊？银钏，是这样的，娘说想出去走走，我正说陪娘去呢。那正好啊。娘，这阵子啊，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，好多天都没出去了。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。娘，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，或是漂亮的新东西，我买给你。我才不去逛呢。你不出去逛，那你要去哪儿啊？银钏，实际上啊，娘想三妹了，我想陪娘去看看。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。小莲，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？我怎么了？是我想去看宝钏，不行啊！哎呀，娘，怎么说不行呢？只是爹曾经交代过，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。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。哎呀，娘，您又说气话了，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？哎，他写也好，不写也好。我一定要去看宝钏，随他的便。娘，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。不要说是娘了，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，爹也不会同意的。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，你尽管去。娘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呢？宝钏也是我三妹，我也是会想她的呀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娘，说实在的，这阵子没见宝钏，我还挺想念她的。而且大姐也说过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，不是吗？银钏，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，娘也会高兴的。娘，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。你要是愿意去，那最好。小莲，备轿。哦。小兰。是二小姐。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。是二小姐。银钏，你挑衣服做什么？大姐，我们要去看三妹，总不能空手去吧？
这是我一点心意呀。难道说，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？是啊，我真该好好想想，送她点什么好呢？大姐，你也真是的，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，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。再说，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？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呀、菜的送去给她呀？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。哎，弟媳妇儿，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，你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用啊？可以的，布料都很不错。二嫂，我真搞不懂，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？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，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。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、磨破了皮，或者绣的不好看，卖不出去，那可怎么办？你懂个屁呀！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！哼，告诉你，他们呐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，都要会。你会什么？你只会吃而已。你说我只会吃，你还不是一样？再说了，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。张伟，其实我的女工做的还不错，我绣着试试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那好，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儿做比较好，那咱们也比较开心，好吧？那你忙你的，我们出去了啊。二嫂，我先走了。二嫂，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，好不好？可以呀。好，等你绣好了，我再拿到街上去卖。我跟你去。那怎么可以？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？放心吧，叫卖东西我最拿手了，那好吧，我们两个互相联手，看看能不能赚点钱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那二嫂，你快教我，我在旁边学。小姐，小莲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姐，不只是我带你出去看看，走吧。我去一下。来，走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你们看，宝钏，娘，宝钏，娘，我可怜的孩子，宝钏，宝钏，娘，不孝女儿，给娘请安。宝钏呐，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，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？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，宝钏，娘。好了，来，宝钏起来。娘，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。娘，宝钏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呢？宝钏，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？粗布衣服、粗茶淡饭我都可以。我说宝钏呐，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，你都没有看见吗？宝钏，见过二姐。不用多礼了，是娘想来看你，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。怎么，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，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？里面地方太小，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。宝钏啊，我不管里面有多小，娘今天一定要看看，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。
二嫂，这是小青，这是我娘，我大姐和二姐。哦，娘，她是小青，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。葛青拜见你娘可好？葛青姐，不能说拜见你娘，要说拜见夫人。哦，是哦，我说错了。对不起，葛青拜见夫人。还有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葛青姑娘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。哎呀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们跟贵哥拜过把，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，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。就是啊，我听魏虎说，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。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、打过仗的，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，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，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，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。银川，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银川，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，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。唉，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。宝钏呐，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？啊，二嫂，进去嘛，进去啊！好吧，娘，请跟我来。来。他们都进去了，你不去啊？小兰，我们走。先我们走。夫人，大小姐，里面请。好好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你没怎么样吧？对不起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门楣很低。我说王宝钏，你为什么不说一声？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？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银川，怎么回事？刚说过，你又忘了吗？没事没事的，银川又在乱说话。宝钏啊，咱们进去吧。娘，你小心点啊。小心。哎，娘，小心啊。小心啊。你们也小心头哦。怎么，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？哼，那里头那么脏，谁想进那种鬼地方？哎呦，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，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。来，跟着我念，寒窑。好了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，没念过书的东西！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哎，不是，有一只蚊子！哎呦，我帮你打死它。好了，没事了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小心点啊！我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，啪撞到，活该！哼，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，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，要不然等我手痒的时候，我会想揍你。